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6月8号，今天是星期一。今天的纽约市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累计为21844人，确诊人数是211667人，死亡率是10.32%。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30374人，确诊人数是383198人，死亡率是7.93%。全美国是死亡人数111748人，死亡率是5.65%。在6月5号的时候美国的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他获得了民主党的最终候选人的提名资格。他将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与现任总统川普争夺总统大位。然而在竞选期间，常闹乌龙的拜登又口不择言，受到共和党的谴责。6月4号的时候，拜登在一个网络论坛上大放厥词，他说：“我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是体面人，但大约有10%到15%的美国人不是很好的人。”讽刺的是拜登自己刚把美国人划分为好人与不好的人之后，却指责川普总统在近期针对暴乱的时候使用了分裂的策略。而拜登也没有说他到底口中指的不好的人是什么人。拜登当时表示如果他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将只专注于那些体面的多数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也不会制造分裂，煽动仇恨。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明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这个 Jovan 对使用假钞购物的黑人弗洛伊德执法过度，导致他送医不治死亡，这就引发了黑人的反种族歧视的抗议，并很快演变成波及全美的抗议活动。但是出现了很多的罪犯，他们破坏警车持械枪人等等。川普总统在安抚了弗洛伊德的家人以后呢，也法办了肇事警察。对这个事件呢进行煽动的左派呢态度强硬。川普总统说如果各州他不派遣国民警卫队的话，那么他就可以直接调动军队来平叛。而拜登呢则认为川普总统的立场太强硬，他认为总统应该像一个对待和平抗议者一样温和地对待那些暴徒，还说总统这样做呢将无法消除仇恨。他暗示那些10%到15%的不好的美国人就是支持川普总统的人。拜登在整个竞选造势期间常因说错话记错事而受到非议，他这次又受到了共和党的谴责。那么 Sarah Sanders 前白宫新闻秘书，他认为拜登的说辞十分令人震惊，而且有分裂性。拜登呢轻描淡写的自大言论和希拉里称川普总统的支持者是卑鄙的人如出一辙。那么共和党人说我相信在上帝之下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和可以得到救赎的。那么拜登的言论在共和党眼里看是非常的令人不安，那么将他的这种左派精英的思维暴露无遗。那么最新劳工部的数据我们知道数据是很好新增就业岗位5月份的时候是250万个新岗位，大大好于市场原来准备丢掉750万个。那么反正数据一公布，川普就特别兴奋。他作为世界政坛社交媒体的第一人，那人们看到川普立即开启了刷屏模式，自采自编自发各种高度评价。比如说他说夸自己是真的太棒了，这就业报告。他说这个民主党要担心了唯一能够阻止这一好趋势的就是税老头拜登。那么历史上创造就业最多的5个月份，我创造了第一。有意思吧？干自媒体的一般脸皮呢都比较厚，但川普的功夫呢可谓是炉火纯青了。
这是一个自夸的最高境界。但光自夸也没意思。那么他希望别人夸他，所以川普不停地转发别人的评价，也是一条接一条。那么从任何一个维度看呢，这都超越了想象。那么投票给川普的，就是投票给工作，而投票给拜登的，就是投票给暴徒。川普真的是心里高兴的要命，但光对着推特呢，川普呢感觉不过瘾，他临时决定根据就业数据召开白宫记者会。满面春风的川普告诉记者，强劲的美国经济正在归来。然后他就发挥了，他竟然说希望 George 这佛罗里达的名字正在从天上看着我们，这是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很棒的事情。然后他又说，这对他来说啊，这是一个很棒的一天，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很棒的一天，就平等而言，这是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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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天。对川普来说确实是一个很棒的一天，但是这种车轱辘话来回说，确实是有川普的风格。川普当然知道热点是什么，现在美国最大的热点就是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当他被白人警察跪杀之后，在全美引起了抗议热潮，包括了在川普所在的首都华盛顿。但是现在大喜事来了啊，多少烦恼一洗了之，所以川普呢忍不住感叹，这对于弗洛伊德是一个很棒的一天。那希望 George 就是弗洛伊德的名字，现在正在天上看着我们，感觉就差点让弗洛伊德说，川普你这个总统干的是真不赖呀。结果呢乐极生悲了，反正互联网上到处都是各种质疑，说总统啊，弗洛伊德是一个悲剧啊，美国人还在愤怒之中啊，你自己高兴就高兴了，你为什么要代表弗洛伊德在天堂发来赞叹呢？这是不是太离谱了？很多人呢正等着看川普的笑话。IP 永远是100%的。川普的对手，他口中的睡老头叫做 Sleeping Joe 拜登，立即发推文痛骂川普太不靠谱。拜登是这么说的啊，他说 George Floyd 的遗言是我无法呼吸。这句话在我们国家和世界引发了回响，总统却想把其他的话塞到弗洛伊德的嘴里。这其实呢，拜登和川普有不同的差别。川普的嘴里啊，他老是说睡老头拜登，但是在年长几岁的拜登的嘴里呢，经常称川普呢还是规规矩矩的叫总统。大家都知道啊，黑人弗洛伊德的遗言是我无法呼吸 ，I can't breathe。川普呢，把这话塞到弗洛伊德的嘴里呢，广大的民众呢觉得很恶心。那么白宫的资深公关顾问啊，威廉森他来辩护说啊，说总统发表这段时间的这个说话的时候呢，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和公义。那么当然了，在这一天真的是川普近来是最高兴、最兴奋的一天了，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知道，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啊，先是疫情，然后是抗议，然后天天被围困在白宫，他还要求军队出动，军队还不听召唤，自己被迫一度逃到白宫地堡里。他赢得了地堡老男孩的江湖称号。不出意外的话，这句话，投票给川普就是投票给工作，投票给拜登就是投票给暴徒，很可能要被他经常来用。当然，川普也没想到的是啊，按照劳工部的披露啊，这个数据其实还是有错误，失业率呢可能少估了3%，那么5月份的失业率呢不是13.3%，很可能是16.3%。当然了，按照拜登的说法，还有2000万美国人失业，川普你有什么可以吹的呢？在这种情况啊，川普最大的特长啊，他本身就是个媒体人，他喜欢蹭热点。最主要的啊，
这个弗洛伊德啊，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可能到今天还是没有工作。所以，当川普喜欢代表别人说话的时候呢，你往往就会带来舆情，而且经常是乐极生悲。本身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的各大城市都很紧张，到处是示威游行，人们在抗议种族歧视，抗议美国暴力执法。那么，差不多再过5个月吧，这个总统大选就要投票了。那寻求连任的这个川普总统呢，遭到新冠肺炎的重创，声望和形象受到打击。而拜登呢，以沉稳和有经验的作风后来居上。拜登的支持率呢，现在领先了川普达10个百分点。那么如果今天就投票，那美国已经登记的选民呢，有53%会投给拜登，支持川普的选民呢，仅有43%。这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差距。在一定会投票的选民中，拜登也以51%领先了川普的46%。不过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啊，选举是采用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赢得普选票并不代表着赢得选举。2016年的希拉里·克林顿就输给了川普。而川普的基本盘呢，他的动员力呢，仍然是远高于拜登。不过，川普支持者的忠诚与热忱明显高于了拜登的支持者。84%的川普支持者表示11月份一定会投川普，87%说一定支持，非常热烈支持的者也高达64%。相比之下呢，拜登的支持者呢只有68%。这显示川普对于基本盘的动员力远高于拜登，也凸显了催票将是这场选战的关键之一。对于新冠疫情，多数选民认为拜登会比川普更能够控制疫情，而对于振兴美国经济，两个人平分秋色，47%对47%。对于川普的整体的施政表现，53%选民给予负评，正面评价者只有45%。对于川普处理新冠疫情，53%予以负评，正面评价只有46%。拜登呢是诚实、值得信赖、有同情心。就个人形象而言啊，拜登与川普都有加强的地方，但拜登还是略胜一筹。46%的选民欣赏拜登，48%的人不欣赏。48%的选民认为拜登诚实、值得信赖，川普只有35%。45%的选民认为拜登富有同情心，川普只有38%。65岁以上的高龄选民是川普2016年击败希拉里的关键之一，而目前拜登以54%领先于川普的44%。川普2016年在白人女性选票上赢过了希拉里，如今则以45%对51%落后拜登。就地域而言，川普在美国南部较受支持，拜登则得到东北部与西部选民的青睐。在密西根州、宾州、威斯康辛州、俄亥俄州和爱荷华州这些摇摆州，拜登的支持率以51%领先于川普的46%。这个很有意思。在2016年的大选的时候啊，我记得也很清楚啊。如果当时每个人都说希拉里大幅领先川普，而媒体呢都是站在希拉里一边，到了最后呢，还是川普获胜。所以民调是不准的。以我的经验看啊，至少上下波动20%，最终谁获胜还是没谱的事。最新有一个很新的消息啊，就是说美国突然开始进行了疫苗临床实验，把全世界都吓一跳。因为疫苗的组成部分啊，它是用来重组刺突蛋白纳米颗粒。本身啊，疫苗实验的注射方式主要是手臂肌肉的注射，而每次呢，实验的人每次要注射将会在5微克到25微克之间。这时候突然美国蹦出来，当全世界没有注意到美国怎么也在研制疫苗，而且疫苗怎么这么快就进入到了临床，这是一个给全世界的一个震撼性的惊讶。本身在国际上啊，我们知道关于美国的实验过程中啊，
这种实验知道的并不多。我们每次看研究疫苗的都没有包括美国，就连研究院的学者都表示自己对于实验进展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我们知道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所以这时候爆出的疫苗消息也许并不让人惊讶。可据说美国将要跳过动物实验，直接进行人体实验，这让人难以接受。按照澳大利亚的生物学家发出的声明来看，美国目前采取的疫苗研究技术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刺突蛋白弱点技术。什么叫刺突蛋白弱点技术呢？它就是针对新冠病毒的弱点，然后进行下一步的改造它的基因，从而适应它的病毒的弱点，达到不传染人类的效果。新冠病毒的弱点最早是由英国发现的，发现了这种先突蛋白这种弱点之后呢，很多的医药公司都针对这个弱点展开针对性的研究，甚至还进行了变异观测。最后研究发现，单独针对这个弱点并不能很好的去突破，就连很多的专家学者对此也无从下手，所以导致新冠病毒的疫情并没有得到针对性的治疗。而中国的研究方向呢，它不是从免疫弱点蛋白下手，而是采取了血液抗体的措施。这种措施工作量非常大，几乎没有人用这种方法。最终呢，中国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筛选方式，把人体血液中含有价值的抗体效率提高了90%左右。针对这次新冠病毒研究疫苗的事件许多的专家学者认为，美国首次公布自己的疫苗实验消息是让人感到非常意外的。美国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说明，甚至是后期的研究结果也没有做太多说明。这是美国后来居上的姿势吗？我们知道，在美国搬家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一般5到7年，甚至更短。但是从2008年以来，美国人一直在降低搬家率。事实上，自1948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开始追踪搬迁率以来呢，美国的移动率2018年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数据调查显示千禧一代特别热衷于大房子，在他们最近的举动中呢，千禧一代的可能性比60、70年代的人高27%，他们容易移动，因为他们要一个更大的房子。所以在美国人现在最主要的搬家的原因，也就是房地产的目标客户对最大房屋的渴望占了26%，那渴望拥有而不是租赁呢，占了19%，缩小规模占了12%，新工作或者工作调动占了11%，渴望更好的社区占了9%，与其他重要人物分开占了6%，建立自己的家庭，比如说搬出父母的家占了6%，渴望更接近家庭呢占了5%，而渴望缩短通勤时间占了5%。那么美国人搬家的原因呢，会决定花多少时间来寻找新房。从租房过渡到买房，花了最多的时间，平均是花了5到7个月，平均是5.7个月，比其他类型的购房者长1个月。而那些搬家寻找更好社区的人呢，花了4.7个月找到他们的新家。最快的购物的是分手后搬家的人，这些人平均花2个多月的时间就寻找下一个家。而在房地产中噪音、交通是购物者最关心的，噪音排名第一。噪音呢，比高犯罪率呢更具有威慑力，所以在购买新房的时候需要考虑很多的事情，从成本到外观，从大小到位置。那么潜在的购房者都可能面临着很长的一个愿望清单。但是在买房子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成本。超过3%的购房者人，他们都认为成本是考虑的因素，第2大因素才是整体的规模。只有很少的人把房屋的这个特征认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当你想买房子的时候呢，你要知道美国的主流他喜欢什么样的类型，什么原因让他做出最重要的决定，能住在某个地方。逃避噪音永远是第1位的那么社区的安全第2位。那么赌市报告那么赌市现在到处已经重新开业了，
员工戴口罩了，桌子上游戏有有机玻璃隔板了，对酒店客人进行温度检查了，包括使用类似于金属探测器的机器。但是并非所有的老虎机它都有椅子，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赌徒能够太靠近坐在一起。拉斯维加斯大道的语言叫做思想肮脏，你赌博思想肮脏，但是你要保持你的双手清洁。在周四上午12:01重新开放的时候呢，那么所有的赌徒兴奋的跑进去了，但是他们在门口不幸的是100%受到了体温的检查。现在在酒店赌场里都是非常正常的。那么体温检查呢，是只要你一去，包括员工进出都要进行检查，而这种检查呢，并不是像我们从中国看到的是当头一枪。那么这时候呢，多数的赌客当兴奋地等着大门开放的时候，那么就会发现门口放着热成像扫描仪，他们在对人员进行检查。那些没有戴口罩的人呢，本身似乎有70%到75%是顾客，他们不愿意戴口罩。那么当所有的人走进赌场的时候呢，他们兴奋地发现所有的服务人员正在擦拭筹码和老虎机的座位。那么去赌场的人呢，很不幸呢，还是很多都是年长者，60岁70岁有的人在赌场里已经玩了25年到30年了，甚至他们把赌场当成了家，他们人生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所有的退休生活，都是在赌场里度过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赌场里，只要你控制住成本，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娱乐方式。那么前提当员工鼓掌喝彩欢迎新的客人走进赌场的时候呢，那么你会在每一个洗漱间的门口会得到一个免费的新口罩。那么手动的消毒站点呢，它会给你到处有标识，同时还有社交隔离的标志。在赌场中每隔固定的时间，那的员工就来擦拭老虎机。同时呢，这个赌场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当你进出赌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跟机场一样的保安人员似的，那么他们在看着荧幕，那么每一个人，包括赌场里的女郎，他们戴着和他们衣服相同配色的这种各种五颜六色的橙色口罩，或者蓝色口罩，或者绿色口罩，来欢迎大家。那么类似金属探测器的机器呢，每次进出都扫描，而保安人员呢，他看着荧幕上的粉色的或者是紫色的斑点，当人们经过的时候呢，他们隐约能显出人形，他能判断你的体温到底高还是低。那么我们知道非裔的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整个美国和欧洲引发了骚乱。现在有人怀疑他背后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因为很多的迹象表明，很多的证据显示涉案的几个警察很可能都是安排好的演员。具体真相我只能向大家传一下谣。在很多的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些可能是由某个内幕深厚的组织在操控，因此目前的操乱才会如此迅猛地蔓延到世界各大城市。从照片中看出被逮捕的涉案警探居然是和视频上的不是一个人。那么有人发现他可能是涉案警察，叫做德里克·肖万，而又发现了有另外一个演员，他们没有相同的耳纹，他们的相貌上有明显的差异，他们的摆拍可能还进行了很多次，而且呢，还发现了他们附近的这个弗洛伊德头旁边的白线呢，有的照片有，有的照片没有。所以同时在美国明尼阿拉波利斯、法国巴黎、西班牙马德里都出现了类似的镜头，而警察都用好像设计好的一模一样的方式，
用膝盖顶住黑人的脖子，这压脖。5月25号，印第安纳波利斯，法国巴黎5月28号，马德里5月30号。在这里就可能不难解释为什么骚乱会如此迅猛地蔓延到世界各大城市，可能涉及到一个庞大的组织，在世界各国，在各个城市都有所安排，有所布置。那么如果第一个剧本演砸了，那么还有第二个剧本来替换。当然网友啊，有人人肉出来了，这个扮演警察的演员啊，他是叫做本杰明·雷贝利，他是一个叫做 Cash Cab 的电视节目的演员。从各个照片进行比对，他们发现照片上拍摄的人和视频里拍摄的人他不是一个人，包括警察局里的照片和实际的警察也不像一个人，虽然他们外形大概近似。那么到底谁是这个骚乱的受益者呢？每个人都在想，在任何一个骚乱里啊，最大的受益者就很可能是这个骚乱的发动者。很奇怪的是啊，这个警察呢，他之前有过18项官方投诉，但是却没有采用任何的正式的纪律处分。然后在3名警官的帮助下，他杀死了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这个黑人他面朝下躺在大街上，不肯抵抗，被逮捕，所以呢，警察就得到了一个2级谋杀罪的指控。那么很奇怪啊，当下的技术啊，当你拍摄警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现在的技术已经改变了这个刑事司法的这个系统。那随着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斗争在街上激增，那么这些技术工具啊，你会很有兴趣的发现，很多的技术工具都发挥了作用。比如打个比方，我们在明尼斯纳波利斯看到了一个监视工具，是来瞄准、追踪和逮捕抗议者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他起诉这个面部识别的这个程序，叫做 Clearview。他认为这个产品呢，用人工智能呢，把你的未经允许的社交媒体的照片给存下来了，虽然提供给执法部门使用。那么 Clearview 的库存里储藏了30亿张没经过同意的客户的面部照片，所以这个 Clearview 呢，他从事着非法破坏隐私的监视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了警察他还配备了摄像头和智能手机。在新一轮的或者新型的新的趋势的抗议活动中，各种技术啊层出不穷。家庭安全系统包括 Amazon Ring、CCTV 社交媒体。那么联邦海关和边境巡逻队，他们还乘坐了这个没有武装的捕食者无人机。他们军用级的飞机呢，在空中空域上方盘旋，提供态势感知，配备了雷达、卫星、通信线路、通信链链接。同时，真正抗议者他们使用的就是口罩。那么很奇怪的是啊，如果抗议者啊，在你抗议的时候，如果你不戴口罩，那么你就会被很多的应用程序啊把你的脸部抓起来，然后呢，你的脸部呢就会被别人给储存下来，哪怕你是匿名的，他们也能从60亿张照片中发现你。所以，在抗议中没有任何传统方法能够保护不戴口罩的抗议者。甚至他们在抗议的人群中抓到了纽约市长的女儿。当然，对于抗议者和执法者而言呢，他智能手机呢，已经是作为一个武器。警察呢，他使用了很多设备，叫做 IMSI 的设备啊。当大家抗议的时候，警察会欺骗固定区域中所有的电话能连接到他手里，所以你的智能手机呢，以为连接到了 IMEI， 其实是没有。而且你的所有手机都能被警察手里带的这个机械呢收集到。甚至呢，有的专业人士建议啊，抗议者啊，就合法的抗议者啊，你使用不要带你的手机在身边，你要使用啊一次性的手机。然后呢，你的所有的那些数据呢，手机上的数据呢，很可能被警察盗走，你最好是不要带在身上。所以
使用手机的人一定要检查你们手机上的安全设置，来保护你的数据，要进行加密，这样警察在你进行抗议的时候，才不会无理的把你的数据偷走，把你的信息收集到，甚至在一个固定地区，他会收集到所有人的手机的电话号码。所以记住，当你参加和平抗议的时候，不要带你的智能手机，或者把它设定为加密的模式。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